参观紫禁城，没有解说还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。但导览服务要怎么选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。要进入故宫博物院参观需事先预约，开放预约期是7天前，当天没有预约的人是不能入内的哟。如果是跟旅游平台购买门票加导览服务，旅游平台会帮忙预约，但建议要在7天前就下单，确保旅行社在第一时间就帮忙抢票。我们是在 trip.com 上订了故宫博物院深度线路金奖服务，故宫加双馆的选项，目前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，而且我也不推荐，原因后面我会说明。顺便一提的是，这里所写的金状元、秀才说还有瓜牛文旅都是旅行社公司的名字，并不是导游本身中过秀才或状元的意思哦。我们在故宫的导游是由秀才说公司指派，导游前一天就透过微信联络我，并且交代因为午门前面的天安门要预约才能走，所以要改从东华门走到午门，到了午门后要过安检和刷证件入内，再穿过午门到另一边找导游报到，报到时要压一张证件换耳机，耳机是耳挂式的，因为是拼团，所以等人到齐等了一阵子，但导览是准时开始，迟到的话可以打电话给导游后面跟上，因为紫禁城是横跨明清2个朝代的皇宫，所以文物的朝代也会说明。讲解的路线是从午门开始，再到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内容非常的细，从怎么看石狮子、室外摆设的物品是用来干嘛的、龙椅的故事，我们常在古装戏里听到的军机处在哪，再走到后面的坤宁宫和慈禧太后住的储秀宫，看慈禧太后的寝室、客厅和拜佛的佛堂，再到后花园逛逛，顺便说说光绪皇帝和珍妃的八卦。3个小时的讲解中间给了我们20分钟上了一次厕所，除了走路和上厕所的时间，导游的嘴都没停过，非常值回票价。导览结束时，把耳机还给导游就能拿回证件，接下来要出宫还是留下来继续逛都可以，因为我们买的票包括珍宝馆和钟表馆，导游说法是直接刷证件就可以入内，结果我们到钟表馆时，验票人员的机器上显示未购票。在联络不到导游及客服人员的情况下，我们只好重新购票入场。虽然客服后来有退一部分的钱给我们，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实名制还能重复购票，还叫我们自己去问故宫博物院，所以建议大家买门票跟导览就好。钟表馆跟珍宝馆的票直接现场买比较保险。钟表馆内展示的钟真是颠覆了我的想象，除了美之外，还有各种机关，比如这个人偶会自动写字的钟，毛笔字写的比我还好。票价一个人10元人民币，小孩免费，非常值得进来看看。而珍宝馆则是开在一个特别的位置，就是乾隆为了自己养老所盖的皇极殿，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再花10元人民币进来。这里的盆栽是用珠宝做的，还有用玉雕的山水画、北京版的翠玉白菜和蓝得很美的花瓶。走到旁边的石鼓馆，里面放的是有甲骨文的石碑。金银器馆里顾名思义，里面的物品不是金就是银，感觉这些东西给皇帝用起来一点都不俗气。最后还有一个珠宝馆，不论是首饰还是放首饰的盒子都太美了。最后压轴的是这2顶凤冠，其中蓝色这顶所用的点翠技术，因对翠鸟太残忍，现在已经被禁止使用了。最后来说说故宫里的食物，我们是中午时段到珍宝馆对面的故宫餐厅吃饭，大概排了15分钟就入内用餐了。点餐是用手机扫码，我们点了炒饭和小笼包，点炒饭加购酸梅汤有折扣。这里的炒饭都太湿润，味道不怎么样，附的汤太淡像喝水。唯一我觉得还可以的是麻辣小笼包，但如果不是太饿，还是出宫吃吧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王要他那个势力啊，他内在他的能力，要像那个外王狗一样盯着。